原來他是被見證者無人機撞下來。這次連阿帕奇的飛行員都沒有受到紅外線警告，就說來打我的不是飛彈。那麼小小的一架，竟然可以把這一架高達2000萬美金的直升機給揍下來，代表無人機根本防不勝防嘛！你算不到它的距離，你算不到它的方位，跟算不到它的軌跡，所以你才會被它打中。如果說伊朗的無人機可以輕易的就把 AH-64給打下來的話，那伊朗還有很多秘密武器，你可不知道。第一個，我們來看到伊朗啊，他高調宣稱了，他做了21起的攻擊，直指的包括了美軍基地，還有 F-35的設施。美方說了，這一場美伊的互轟啊，只是一個自衛性的打擊。到底現在美伊雙方誰真的掌握話語權呢？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件事情，今天也會來關心，美伊停火之後，沒有想到還是爆發了最猛烈的交火。那麼美軍一架阿帕奇被擊落之後，隨即就用3波的空襲做反擊。這一輪升級到底是局部的報復，還是這個戰爭又再進入到準全面開戰的狀態呢？這是第二個問題。最後也會來關心，現在荷姆茲海峽成為新的導火線，阿帕奇疑似遭到無人機擊落之後，代表美軍在低空作戰的優勢被破解了嗎？美軍在波斯灣的海上封鎖能力是不是被伊朗逐步的瓦解？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我們先來看到這一次的交火導火線，當然就是我們昨天特別提到的一架阿帕奇攻擊直升機遭到了伊朗的見證者無人機擊落之後，當然了，美軍是立刻的來做反擊了，出動了包括了海空的它的戰機，發射精準導引，一共是3波對準伊朗南部多處的軍事要地。在攻擊完之後，中央司令部就說自己已經完成了這個自衛性的打擊，但他也特別強調，這個美伊談判啊不會受到任何的影響。在這個美國做了這一波的攻擊之後，伊朗革命衛隊就說已經對這個美軍發動了21起的報復性打擊，並且他說摧毀了重要的關鍵目標。我們現在看到美伊雙方各說各話，但是大家都說我有非常大的戰果。具體戰果，今天帶觀眾朋友來看到細節。我們先來看到伊朗的方面，3波先來看到美軍的方面，3波的打擊，美軍說呢，他打到的地方包括了伊朗南部的海軍基地啊，還有它的防空系統，還有这個飛彈的陣地是葛西姆島飛彈陣地，再來就是南部的軍事據點跟2座重要的蓄水池。革命衛隊這一波的攻擊其實比美軍還要更猛烈，一共是21起的攻擊，涵蓋範圍包括了巴林、約旦、科威特等等美軍的目標。出動了無人機襲擊，包括在巴林的第5艦隊總部，還有呢，包括了他發射他的固體的燃料飛彈，重挫美軍駐約旦的這個空軍基地，再來還摧毀了多處的這個關鍵目標，包括 F-35戰機的掩體、指揮控制中心，還有2處重要軍事目標，還有就是一架美軍的 MQ-9死神無人機也被擊落。伊朗外長說了，美國若想保全性命，就立刻滾出中東，還要美軍血債血還，自己在伊朗方面會血戰到底。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委員來幫我們看，不是說好要和談了嗎？這一波互攻象徵的意義是什麼？這一輪這樣子攻擊對美軍真的有好處嗎？委員怎麼看？對，其實我們在節目裡頭已經一再跟大家提過哦，就是說這一次的停戰，某種程度來說，你只能把它當作是一個很脆弱的哦、不穩定的停戰哦。為什麼我要把它定義成為是一個很脆弱、不穩定的停戰？因為在這一次交戰的3方哦，美、以、伊3方裡頭，真正希望停戰的只有美國。對以色列跟伊朗來說，他們沒有達到他們最終目的之前，他們不可能會停戰的。那麼美國現在是想用停戰這樣的一個借口來打擦邊球，然後想辦法抽離現在中東的這樣一個泥淖。可是殊不知，當以色列跟伊朗都沒有打算真正要停戰，彼此有彼此的戰略目標都還沒有達成之前，這樣的一個停戰隨時都可以破局的哦。因為對以色列來講，他如果不徹底的摧毀伊朗現在的政權，那他過去這場仗是白打了。對伊朗來講，他準備了30年才跟以色列和美國攤一次牌哦。如果這一次就摸摸鼻子，就這樣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了，那他先前死的、先前被炸的，通通都白犧牲了。所以對伊朗來講，他也絕對不可能接受現階段的停戰狀況哦。那麼因此你就會發現說，雖然川普每天都在喊停戰，
可是呢，其實根本就沒有停戰。以色列不斷的在攻擊這個真主黨，真主黨也趁機來做出反擊。然後前一段時間你才看到了這個以色列跟伊朗大家互轟了一輪呢。然後呢，川普跑出來說夠了哈，你們彼此都各打了對方一輪了，現在大家停下來吧。川普言猶在耳，才說勸說以色列跟伊朗在那一波的衝突之中哦，大家能夠暫時收手。今天你就看到美國跟伊朗自己打起來了哦，所以這代表的是什麼呢？這代表的是，其實對伊朗來講哦，他為什麼在這一波的過程當中要採取這麼大的攻勢哦？當然，美國可以說叫做自衛性打擊。所謂自衛性打擊，就是一種自圓其說的說法了，就你明明是攻擊人家了，你的蓄水池都攻擊了，這還叫什麼自衛性打擊了？可是呢，他就告訴你這是自衛性打擊，因為自衛性打擊就沒有影響停戰，所以還是在停戰哦。可是對伊朗來講哦，他沒有放過美國，所以他隨即馬上就展開更大規模的攻擊了。我認為伊朗做這波最大規模的攻擊，主要是幾個重點哦。就第一，他吃定美國想要停戰，所以呢，我現在就算打了你，你又能如何呢？你有種就打我啊，你就有種宣布撕毁停戰，大家重新回來打嘛。反正伊朗早就準備好了。第二個，伊朗現在在部署的，如果你仔細看一下伊朗這一次發动的21個重點的打擊，它其實在持續的削弱美軍在中東的這個相關的這個基地的部署的能力哦。所以在上一輪哦，就是在上一輪的這個全面開打的過程當中，它精準的摧毀了這個美國在中東的15個基地裡頭的228個重要的據點。可是呢，在這個過程當中，不是只有伊朗在重新修復，美國也在做重新修復的動作。所以，如果大家仔細看一下，就不難發現，伊朗現在在幹嘛呢？他在為下半場先做準備了。就是呢，如果真的有下半場，我在這一次又一次的小規模的衝突裡，我持續的削弱你美國在中東地區的這些相關軍事基地的部署。我等你真的要打下半場的時候呢，你也不見得有足夠的實力來對付我。好，所以現在的醞釀哦，零星的這些攻擊，其實算是大規模的攻擊了，是不是在醞釀的是下一場更大規模的一個攻擊哦？同樣的問題也特別請教一休。另外呢，伊朗的外長還嗆說要血戰到底，他的底氣，一休又怎麼看？首先，我們先講到第一點呢，這是一個死循環。怎麼說死循環呢？因為現在這裡面所有最大的第一變因是，其實是以色列的 BB 納坦雅胡。好，納坦雅胡呢，因為他只要任何時候停戰，基本上他就別幹，因為他的貪腐問題，因為他這個私人有非常多的這個就是這個千絲萬縷的關係，而這些關係目前裡面很多人其實已經對他有一點不再吃他那一套了，所以現在大家對納坦雅胡有點疲勞。那這個疲勞呢，其實以色列國內是伺機而動。前陣子這個停戰的時候，其實抗議納坦雅胡的風聲是一波大得過一波，但是因為現在是暫時內閣就點住。好，那他怎麼繼續戰爭呢？問題就在於說，以色列要繼續長途轟炸這個伊朗，他的能力是有限的，因為他必須靠美國的加油機才有辦法形成大規模轟炸，因為他這裡此距以色列到德黑蘭市中心要1500公里，所以他沒有辦法這樣長時間的維運。好，那怎麼辦？他就去打這個伊朗最堅實的盟友，也就是在他北邊黎巴嫩南部的真主黨，但這個主要就是什葉派的阿拉伯什葉派的一個據地。那所以現在以色列繼續打阿拉伯的這個黎巴嫩真主黨，已經打到利塔尼河了。利塔尼河是什麼？利塔尼河以南，我們一般稱黎南，以北就進入到黎巴嫩中部，那個已經進入到黎巴嫩中心區。也就是因為這樣，他還轟炸了黎巴嫩首都貝魯特，伊朗就無法忍受，因此就大規模的去發射了3、4、5波的這個導彈去攻擊了這個以色列，所以這個就引發了其一波的互相衝突。是，那為什麼這樣做呢？因為啊，黎巴嫩對於伊朗是不可失去的。而伊朗呢，它的回擊是什麼？第一，打以色列；第二，就打你美國。因為我打你美國，你美國才去拉住這個以色列嘛。我炸以色列也太遠，所以我雖然有一些，比如說尼什飛彈啊，這幾種比較長程飛彈，但基本上來說，對於這個載彈量還有這個密集度的覆蓋來說，它還是不夠，沒辦法給予以色列足夠的壓力。而且以色列背後又是美國源源不斷的攻擊這個武器嘛，所以這個是形成了一個死循環，就是一級以色列打黎巴嫩真主党，黎巴嫩真主黨讓伊朗透過打美國來牽制，而再壓迫美國再去牽制以色列。但這裡面沒有任何人是斷點的話，那完蛋，就是不斷的在那邊尋找。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此消彼長。剛才這個大千委員有提到一個問題啊，伊朗跟美國都在做準備，做第二下半場的準備。但是下半場準備靠什麼？靠工業能力。雖然大家看起來伊朗有點窮，但大家不要忘了，伊朗的工業化是在上世紀1970年代就已經做初步的完成。
伊朗擁有整個中東世界唯一全產業鏈，主要的8大門類它通通都有。雖然它的科技能力因為長期的制裁，可能一般來說我們預估停留在2000年或者1990年代，當然個別門類還不錯，比如說飛彈能力。所以伊朗的工業能力是能夠自產自銷的。伊朗幾乎所有的礦產，主要礦產它幾乎都有，包含鈾，它只有唯一就是鋁土稍微少了一點，但是这影響不大嘛。哦，主要呢，你有鋼鐵那個事情就解決了。它有最多的石油，它是世界上原油儲備第3多的國家。哦，那也是世界上的天然氣儲備第2多的國家，所以它的工業原材料它是源源不絕的。大家知道旁邊的阿富汗、巴基斯坦，甚至像是伊拉克，很多都是大量的使用伊朗的工業產製品。所以此消彼長在哪裡？我可以不斷的工業再現造血能力，而你美國啊，去工業化太久了。你光是要補充彈藥，你看台灣現在光排隊啊，說要排這個薩德菲，要等5年啊，5年還是基礎的，所以這此消彼長，我不怕再跟你衝突嘛。第3點哦，這個川普現在最在乎的是什麼？川普訪華取得一個最大的成果就是3個 B，Beans Beef Boy，Beans 這個大豆 ，Beef 牛肉，這都是紅脖子州要的，哦，這是川普的基本盤，共和黨基本盤，農業州，波音北卡州的重要產線，這個是搖擺州。要落實這些具體的成果，那就必須要趕快停戰，專注回到經濟發展，因為這是習川會的具體成果，要趕快帶回去。所以這裡面就是川普着急，那伊朗就是利用你這個着急，讓你去壓迫以色列，因為只有納坦雅胡停下來，這整場中東戰才有停下來的可能性。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伊朗底氣，既有自身工業能力，也有在整個大戰略形勢上的過程，還有看穿了川普現在的急眼。好，剛剛特別看到的是這個伊朗的底氣有3大底氣，那我們再來看到伊朗其實還有另外一個關鍵底氣，等一下請幹哥來特別幫我們看，這個地點就是在荷姆茲海峽，因為呢我們要來特別做觀察的事情是不是伊朗現在已經掌握，特別是在荷姆茲海峽這邊低空的一個空軍的優勢哦，讓美國是暴露在伊朗的它的這個包圍之下，原因是因為我們來看到阿帕契這一次，我們剛剛特別提到了嘛，它墜落在荷姆茲海峽。那現在根據了解，應該當時在做的事情就是進行在荷姆茲的監視啊、封鎖、攔截任務。結果後來是傳出是遭到了無人機，也就是見證者無人機給擊落。那如果真的是這樣子的話，代表說，因為呢，這個荷姆茲海峽就代表說它已經不是美軍可以自由掌控的一個戰場了。这個是這個伊朗方面要特別宣示的一個立場哦。那也代表說美軍它在這種低空飛行或者是慢速的近海操作，已經完全暴露在伊朗的這個防空網之下。那我們也特別來看到伊朗它在低空的這些部分到底具備哪一些它的優勢，包括在這邊它有霍爾達德15防空系統，還有各式的肩射防空飛彈跟它的反艦飛彈網等等。幹哥怎麼看？好，你要看到說。我們第一時間我們就想到說，這個一定是被肩射飛彈擊落的，就是單兵武器，對不對？或者它是被比較低空的防空飛彈系統給打下來的。照理講，這才比較符合我們的研判。可是這一次，大家可以注意看川普的講話，以及就是說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美國中央司令部他們的釋出的一些訊息，雖然不多，但大家看到我特別帶了這一架 AH-64E。來給大家看啊，這個就是阿帕契直升機。從上面看，它就是長弓雷達。長弓雷達可以看到多遠？它可以看到40到50公里之外的目標。也就是說，我可以看到很遠的地方。然後為什麼會有長弓雷達的意思？就是說，其實阿帕契它都是停在樹梢的高度，所以說你常常會讓敵軍看不到，這就是它的優勢。等到它已經算好你的距離的時候，它發射。他用他的光電頭在這邊，他的光電頭在這邊，他發射他的光電頭，用雷射測距儀測出距離之後，然後他就會指揮這下面的地獄火飛彈進行攻擊，一次帶了16枚。大家看到16枚嗎？這是4枚，4枚旁邊還有再8枚，總共有16枚，就代表他可以對付16個目標。在正常的狀態下，他在烏克蘭跟俄羅斯的戰場上面，它是對付坦克用的，所以它為什麼叫坦克殺手？那像這樣子的直升機，所以它常常飛到荷姆茲海峽的上空，它也是低空飛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你要把它打下來，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所以為什麼這一次事情一發生，照理講革命衛隊他一定要講啊，我幹的啊，我現在就馬上發布消息說，你看
美帝的那個最強攻擊直升機被我打下來了，可是沒有你知道為什麼嗎？後來我們進一步分析才知道說，原來它是被見證者無人機撞下來的。我為什麼用撞這個字眼呢？因為說一句實在話，他因為如果說是見證者知道他在哪裡而去攻擊他的話，那你大可公布戰果。可是這一次連阿帕奇的飛行員都沒有受到紅外線警告，沒有受到紅外線警告就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來打我的不是飛彈，於是無人機的紅外線訊號跟軌跡很低，所以不是被飛彈打到的，而是被無人機給打到的。這就完全顛覆了我們的觀念。什麼意思？現在可以用無人機來打你，這件事情在俄烏戰場上已經發生了，所以美國沒有提供太多的那個阿帕奇直升機給烏克蘭。為什麼？他知道沒有用，碰到無人機必死的穩死無疑。但是這次在伊朗，在荷姆茲海峽上面驗證了說，原來見證者可以打阿帕奇這件事情，你就會覺得說，這完全是顛覆了我們的想象，可以打得到你哦。而且我跟你講，那麼小小的一架，竟然可以把這一架高達2000萬美金的直升機給揍下來。然後說句實在話，革命衛隊他們自己也是在盘算說，奇怪，我們到底放出幾架，在什麼空域，在什麼情況之下打中了這架直升機，而這架直升機上面的飛行員怎麼沒有回避？怎麼沒有發現無人機？代表什麼？代表無人機根本防不勝防嘛！你算不到它的距離，你算不到它的方位，跟算不到它的軌跡，所以你才會被它打中。所以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然後再來一點呢，就是說為什麼這2名直升機的飛行員竟然，通常來講的話，只要被那個就是說飛彈不管任何的武器打到大概上面的飛行员都不會幸存的。為什麼？因為他沒有彈射椅，他彈不出去。他一彈射出去，一定是打到自己的螺旋桨。是。所以坦白講，直升機飛行員是非常危險的。然而他們就這一次終於可以跌在海裡面2個小時之內被美軍自己救回去。這又是另外一章。什麼一章？就是說直升機飛行員他竟然可以死裡逃生，而且他死裡逃生是誰救他的？是無人艇救他的。這件事情是很大的戰術意義。為什麼？因為無人艇來救我啊，通常都是要有人的吧，不然你怎麼知道他落在哪裡呢？因為他們的信標做得非常的好，就是說他的信號他可以發射信標大概48小時，結果他在水裡面泡了2個人一起抱在一起泡了2個鐘頭之後就被找到了，被找到之後由無人艇救回來。這在我們所有觀察家裡面的視角裡面，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因為這個 Chronic Corsair 就是克羅尼克海盜式無人艇，才7公尺那麼長而已，那麼小一台，竟然可以把2個人給載回來，這又改變了當地的一個戰術的態勢。不過無論如何，結論是說，今天如果說伊朗的無人機可以輕易的就把 AH-64給打下來的話，那伊朗還有很多秘密武器，你可不知道。所以我覺得美國刻意在淡化這件事情，然後接下來的發展就會更加的耐人尋味了。好，持續要來關心到的是這一場，再來看到是美伊戰事哦。沒有協議也要搶濃縮鈾哦。現在川普最後放手一搏，地面要來做硬闖嗎？以色列則是說停火，但是呢照樣轟黎南。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3個火線話題，今天帶觀眾朋友特別來請專家幫我們做解讀。川普公開放話，美國不需要談判也能夠取得伊朗的濃縮鈾，他甚至暗示說呢，可能動用軍事手段的情況之下，但是美國真的會這樣子做嗎？會升級為地面戰，派特種部隊來做準備嗎？第二件事情要來關心到是，一旦美伊他們發現了衝突之後，出現美軍傷亡，這會不會成為川普他可以合法化發動
戰爭的一個關鍵因素呢？這一場衝突是不是已經失控了？第三件事情，以色列、黎巴嫩已經同意要停火了，但是為什麼呢？以軍仍然是在黎南這邊持續的做地面上面的行動攻擊，甚至出現了非常多的傷亡哦。這種停火不停兵，究竟是戰術的操作，還是他真的沒有要停戰的意願？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有關於這個美伊談判，其實一直的關鍵還是卡在有關於濃縮鈾的一個問題。最核心的濃縮鈾到現在，川普可以說是進退兩難。於是呢，我們看到他最新向媒體出了一個狠話，他說美國根本不需要依賴談判就能夠掌握伊朗的濃縮鈾，只要我們想這麼做，現在就可以立刻取得伊朗的濃縮鈾。他還說呢，伊朗的地下核設施已經遭到重創了，要把裡面的東西取出來，全世界就是2個國家做得到，一個是美國，一個是中國大陸做得到。那麼更關鍵的是呢，伊朗的濃縮鈾，它因為大家知道它深埋在底下，而且地形非常的複雜，防衛又變得非常的嚴謹。美國要取得，現在說光空襲是絕對不夠的，真的得派出地面部隊。但問題來了，川普想要打，但是美国國內會讓川普去打嗎？因為我們知道呢，眾院最新通過了是說要讓伊朗撤軍的相關表決，決定要不可以再對伊朗行動了。川普聽到這個表決之後是非常的生氣，他痛批這一項表決就是代表不愛國。那他也放狠話說，如果伊朗真的殺害美軍人員，他就會考慮來重新開闢一個新戰線。好，陷入兩難的川普到底會不會奮力一搏，派地面部隊來深入伊朗奪取濃縮鈾？如果真的去打的話，他的挑戰跟困難，張將軍怎麼看？我認為困難度蠻高的，要有幾個條件形成，才能奪取在伊朗內部，尤其是他在德黑蘭南部伊斯法罕的，埋在山洞這個山洞裡面的這個濃縮鈾。第一個要有制空權，制空權目前美國沒問題，有制空權，但是後面就不行了。第一個主攻部隊一定要有主攻部隊，就進攻伊斯法罕，你要空降也可以，海軍艦隊上去也行。但是問題是，你這個主攻部隊後續的戰力如何是個問題。主攻部隊還要有佯動部隊，為什麼？這個佯動是要做起底用的，還有一個牽制作戰，你才可以。不然主攻部隊，你萬一伊朗大軍集結怎麼辦？你要牽制住啊，要牽制作戰啊，佯動要這邊做襲擾，還有一個助攻部隊要產生。這樣子，這個戰略展開並不是那麼容易。那美國有沒有辦法面面俱到？你牽制作戰、佯動作戰、助攻部隊，可不可以讓主攻部隊達到戰略目的？問題出在這個地方。我認為美國遇到3個困難。第一個，後勤夠不夠？你後勤夠不要打哦，打一打之後我彈藥不夠嘞。你後面的後繼乏力耶，剛開始都一擊奏效，好像這個軍威浩蕩啊，這個軍事盛大啊，但你後面沒有後勤不行哦。這個伊朗的面積更那麼大。它又是在戰略中樞，又不在沿海，你可以快去快走。你不是，你會現在泥淖怎麼辦？對不對？會不會變成阿富汗戰爭第2？我認為不要完全排除。第2個，代價人要多大？你今天如果是有人有俘虜被抓，或者是這個海軍陸戰隊或空降師、空降軍，或者後續的美國陸軍上去，你要多大的犧牲代價？川普不喜歡犧牲。那你這個川普就要考量，川普的思維就會比較保守。我有個犧牲被伊朗打的話，我就準備要發動戰爭。我發現他對人命是很重視的。那第3個，美國絕對採取的是閃擊戰，快去快回，兵貴神速，未睹巧之久也。但是閃擊戰沒有奏效，就變成持久戰。持久戰掉入泥淖當中，你有沒有辦法脫身？問題就來了，是在這個地方。所以我們砍掉去奪龍，美國有這個能力啦，但是你犧牲，就我剛才講的，你要付出多大代價？後勤夠不夠？好，他的戰略運輸部隊要就位，戰略運輸，對不對？戰略運輸一定要到就位啊，你才可以啊。那這個包含這個陸軍的空降師，還有陸軍的部隊、海軍陸戰隊，還有空軍的掌握整個戰區的制空權，通通都要到位啊。美國有這個能力，我認為美國有這個能力啊，有，但是我認為這個代價太大，你要去考量到伊斯法罕是身在伊朗的心臟中心，你可以投入，
但是撤退的困難度比投入的困難度來得高，美國就要評估這方面的代價跟風險。好，那同樣的問題，聶老師又怎麼看呢？尤其最近可以說，這個美伊之間有非常多零星的衝突啦。我們看到，不管是無人機啊，或者是說飛彈、港口、油輪被轟炸等等，很多都只是一些比較零星的衝突。但是有沒有可能擦槍走火，進一步引發剛剛我們特別請教張將軍的，有沒有可能川普就說他要去奪這個農作用？您又怎麼看？為什麼只有零星的衝突呢？因為川普沒有辦法打大的戰爭嘛。因為呢，他很想全面啟動，因為他想要得到 achieve 他的 goal， 他的目標就是他一直喊出來，龍舟右，甚至现在喊的飛彈，他現在你知道飛彈他就不談，最早龍舟右要拿到，當然後來有荷姆斯海峽的問題，川普想打呀，他不能，我跟你講這件事情很難吶，你看現在談地面部隊根本就難上加難，之前不是要搶一個島嶼要封鎖他的那個石油設施，也是不可能啊，都是喊話。他唬人的情境是比他實際能做到的高非常多，但是可能唬嘛、喊嘛、威嚇嘛，所以我覺得非常難。難在哪裡呢？各位想一下啊，去年呢，他在加拿大還在開 G7 會議，這次在歐洲要開了哈，在6月11、18號的時候突然趕回去哦，他說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回去說我2個禮拜以內要打誰伊朗。結果他有一個午夜啊，在午夜重錘啊 ，GBU 57 3萬磅的一個，他認為可以直接深入到地深處的那個彈，就把你打穿了，你就完蛋了。我跟你講，我多厲害。結果呢 ，B2 轟炸機過去一炸，61公尺沒有炸到。他說我炸到了，已經毀了。結果呢，全世界不知道，到底炸到哪裡，因為沒有人知道，也沒有這個核外洩的問題，所以他沒有成功嘛，很清楚。這一次呢，他發覺有點難，他要用地面部隊，不可能啊！我跟你講，為什麼難呢？第一個，他不敢吶，真的他去做的話，他必須要消耗掉多少他的軍事實力，你知道嗎？他還是要繼續喊，你知道嗎？你知道他從打戰到4月7號到現在都是和談，談為什麼要零星的打？因為他不能再大型的打擊，因為不行也不能，不行的原因是因為1973年戰爭權利法已經限縮在黎根森總統當時在不該出兵。該收縮又出兵在柬埔寨的時候的那件事情，造成人家說國會有力量封鎖你三軍統帥該行有的最高行使權，所以他這個三軍統帥沒有錯啊。但是你現在還要打可以，你必須用所謂的為了防禦的撤退行為等等才能打。所以他每次打人家都說我是為了防禦，我是為了防禦。因為他不行，他能不能呢？也不能，他其實可以能哦。他如果能量能夠說服，就像我們的總統如果說服國會，他要做什麼都可以。他說不了國會，也就是參眾議員你說服不了，你就不能。為什麼？國會已經看穿了，沒辦法全部同意啊。現在很多人反他，包括共和黨都人反他，所以他也不行了。這個法案嘛，也不能了，因為沒有人支持他。那這個東西講不好聽，他自己要去做，他就不太敢。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大問題。當然，剛剛將軍也講到，這個國家伊朗也不是你隨便可以惹的啊。這個國家你不要小看它，我們都搞錯。其實它 GDP 也不低耶，它 GDP 這個 per capita GDP 隨便也是東南亞國家的3倍4倍啊。這個國家有很深的波斯文化，你知道嗎？只是在這個我們講亞伯拉罕那個體系裡面，在宗教裡面認為真正的宗教是猶太教，是的以色列，它比較屬於旁系的。可是人家也是一個正規的，非常奉承他們的宗教精神的。這個國家除了大之外啊，它總共大有多大？台灣的50倍，這樣去想就好了，好不好？那就是這麼大，160多萬方公里，而且它的人口大概台灣的4.5倍大。我跟你講，它的地形崎嶇，當你要怎麼打，你要怎麼去找到？剛剛講它深埋在地下，你怎麼去把它找出來？要派多少的地面部隊？這麼大的國家，請問一下，你進去就算了，如無人之地嗎？伊朗革命衛隊不反對嗎？你知道他之前我們這個很多的媒體都看到，伊朗現在1個月還在偷偷的做，為什麼？他知道你美國還要動作我想跟你和談，我也怕受傷。可是你要動作，我1個月還在生產1萬個無人機啊，便宜嘛。我飛彈也做，他有付出他飛彈能力。反觀美國的後勤製造已經出了問題啊！你真要擋人家的愛國者飛彈這麼貴啊，動輒是400-500萬美金，甚至高到600萬美金，比較高級這個。好，你要知道這個問題就在美國的消耗戰已經打到體無完膚啊。從某個角度是這樣哦。當然，美國實力還是最強，軍事實力還是最強，沒話講。他繼續恐嚇別人，絕對做得到，可以恐嚇。可真打下去，他又受傷，打到最後他會發覺打人家一定更慘，因為他實力的越強，他一定越更受傷，他根本就不要玩了。重點就在我剛看了一個好笑的東西，他說最後要把這裡面的東西拿出來，世界只有2個國家，你就講你美國幹嘛去扯中國呢？很好笑，對不對？我覺得這問題就在他說只有我和中國做得到。
為什麼？他為什麼要談中國？因為我覺得他第一有求於中國，想要中国你是不是來幫我講講話？我需要你。第二個呢，講嘛，他想趁此捧一下中国。因為中國現在已經給他了很大的感受，就是說你的籌碼可能不比人家，捧一下。第三個，我覺得他怕中國，他發現中國真的是有事情，他做任何動作可能要提一下中國，很好玩吧？好，一邊我們看到这個，雖然說美意說在和談吶，但是一邊是這個零星衝突持續的在進行當中，另外一頭同樣是在中東戰線，也是說在和談了，但是為什麼又同樣又有一方持續的動手呢？另外一個和談的地方就是在以色列跟黎巴嫩了。好，結果沒有想到雙方說要這個發布了聯合聲明，同意停止敵對行動之後，以色列竟然又在開火了。國防部長說他會繼續在黎巴嫩南部進行地面軍事行動，結果立刻後來呢就是出動了他的無人機轟炸黎南的車輛，造成多人受傷，連這些聯合國的人員也遭到炮擊，造成了1死2傷。真主黨氣壞了，他就說呢，拒絕這一項停火協議，除非以色列領先全面撤出黎南。那酈將軍怎麼看？到底怎麼回事？以色列跟黎巴嫩我認為是不可能停火的。這個現在講停火，只是納坦雅胡在糊弄川普而已。那你知道能不能夠停火，必須由戰場上的一個實際的一個戰況來做判斷。那我現在將這個以色列在黎南地區的一個作戰的實況跟各位觀眾做報告，你就知道說我講說不可能停火，為什麼？我們看一下我這張圖哈，大家可以看到，以現在來講的話，這個是以色列的國境是在這個地方哈，以色列這是國境。那打了從3、4、5打了3個月以後，它推進的情況是這樣的，往前面推進這個情形。那以色列現在兵力部署在這個地方來講，它總共有6個旅的兵力，在這個地方只有1個旅，很明顯的，它主攻是在右邊哈，右邊打上去。那以色列為什麼要這樣打？這條河叫做利塔尼河，利塔尼河以南到以色列的這種國境這邊距離是30公里左右，這邊是海法。我們經常講說，以色列要建立一個緩衝區，就是指利塔尼河以南這塊區域，它建立緩衝區。那為什麼是30公里？第一個，它有河當做一個這個掩護陣地；第二個，30公里剛好是這個真主黨火箭炮的射程，也就是說，我將你真主黨全部趕在利塔尼河以北，你的火箭炮就打不到我的國境之內，所以它稱為這個地方是一個這種緩衝區哈。那現在來講，以色列攻勢到達什麼位置呢？從這邊攻勢已經到了這個叫做博福特堡哈，這是很重要一個戰略要點。這邊是葛蘭高地，這邊博福特堡。這個堡哈，我看過這個，你其實各位如果去 Google 上面，你就可以看得到，四周你就看到，它是這整個地區啊，包括黎巴嫩，包括到葛蘭高地，包括到以色列，整個是制高點在這邊，在這個地方四周都看得360度，四周都看得很清清楚楚的，是砍制的一個要點。那現在以色列哈，大概在上個禮拜，它攻到了這個點，是戰略的一個要點。它攻達這個點之後，你認為它會收手嗎？我目的就是要控領整個黎南地區，以確保我以色列的這個北邊的國境安全。那我已經打到一半，我怎麼可能在這個時候收手呢？所以不可能。我認為以色列緊接着下來的行動，極可能就是一個左旋的攻擊。怎麼講？我從這邊打上去以後，沿着利塔尼河的這種兩岸哈，向這邊掃蕩過來，直接打到地中海以南，然後控領整個黎南地區。我覺得以色列它的野戰戰略，我講的是野戰戰略目標，應該是如此。那他現在打到這邊，你想他怎麼可能停戰下來？那之前不是所有仗都白打，所有犧牲都白犧牲。他打到這邊，事實上他也付出很慘重的一個代價，因為黎巴嫩真主黨這時候有一種無人機叫做光纖無人機，雖然說它的數量不多，一天大概只能用到10-20輛，但是我看到這個影片裡面，這些飛手已經非常熟練了，它很精準的可以攻擊以色列的梅卡瓦戰車。那在這個地方進攻到這個地方的時候，我們知道3月底在這個地方的時候，以色列的這個付出很慘重的一個代價，總共被擊滅了21輛坦克車、梅卡瓦戰車，就是在這個地方。他現在攻到這個地方，你認為以色列有可能就收手就停火嗎？我覺得不可能。我認為他下一步是一個左旋的攻擊，直接打到
直接佔領利塔尼河以南整個黎南地區，將這個地方的真主黨全部肅清，然後以確保它這個邊界的一個安全。我覺得這是他戰略目標。有了一個最新的進度，中東火藥庫難道再次的被美國給點燃了嗎？我們知道美軍日前才說呢，他針對於伊朗南部實施的這一次的最新打擊，他說這個叫做一個自衛性的打擊，強調說我們雖然做了打擊，但是美伊停火暫停的停火還是有效的，目標還是持續的鎖定靠近荷姆茲海峽周邊的軍事設施。但今天早上我們看到伊朗方面有了最新消息傳出來，革命衛隊稱，為了報復阿巴斯港機場附近的襲擊的事件，已經正式的對美國的空軍基地發動了打擊。這是我們收到的最新消息。除了針對美軍基地之外，同時，伊朗也說了，現在更向4艘試圖穿越荷姆茲海峽的船只正式的開火了。2大動作是在今天早上我們收到的最新消息。好，另外在美軍在這個行動不久之後，除了剛剛的2項的這個軍事打擊之外，我們來看到的是，在伊朗的南部的地區，南部的戰略港市，這個是阿布斯港，又接連傳出了多起的爆炸聲響，而且至少有3到4次的爆炸聲響。防空系統一度是啟動，目擊者說他有聽到戰機在空中當時飛行的非常的大聲，而且呢還疑似有聽到地對空飛彈發射出來的這樣子的一個聲音。而革命衛隊其實他們的領袖非常的火大，高層也直接對美國喊話了，他說接下來從查巴哈一直到馬夏這些被美國攻擊的地方，都會接下來成為侵略者的墳場。這話說得非常的重。那事實上，美國官員才證實的，美國在昨天晚上再次的對伊朗發動了這一起攻擊，已經讓國際油價因此反彈了3%以上。而在中東國家，包括了這個科威特的軍方，也趕緊來啟動應變了。因應的就是敵對的飛彈跟無人機在這個地區所造成的威脅。那麼他們說已經啟動了防空系統，防的就是飛彈還有無人機。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酈將軍怎麼看了現在伊朗的各種動作，不管是美國的軍事基地對於海峽再次的開火，還有公開威脅港口城市全面的軍事化，代表伊朗會進入另外一個升級的打擊模式的意思嗎？那酈將軍怎麼看？美伊雙方雖然說現在正在舉行所謂和平的會談也雙方也開出了很多彼此互相這個條件也開出來了，但是軍事方面來講的話，我們現在看到美伊雙方卻是零星的交火不斷那事實上，這個在這次打擊之前，大概在前天，美軍已經對伊朗的海邊實施第一次的打擊。那次美國自己宣稱是做一種這個防禦性的攻擊這個軍事上面好像沒有這種詞語，你是防禦還是攻擊呢？對不對？那按照美國日面上面的解釋，他是發現說是伊朗的部隊這個無人機已經準備發射出去了所以說在這種狀況下，他認為說伊朗會對他基地發動攻擊，所以他先發制人，對這些無人機實施攻擊。但是在這過程之中他自己被擊落了一架 MQ-9的無人機。所以如果說是就金額來講的話，我覺得美軍損失會比伊朗要大伊朗大概損失了幾架無人機好像4架無人機吧。然後但是美軍自己損失的是一輛 MQ-9，但是沒想到在這個昨天的時候又發生第2次類似這種情形這個美軍又對阿巴斯港實施攻擊，但這次來講，伊朗在剛剛最新的訊息來講，立刻實施報復。那之前它是屬於防衛性的一個動作，但是這次他又主動攻擊，他又用無人機這個攻擊美國在科威特的基地空軍基地。那這次美軍用愛國者導彈來做攔截。那從價格來看的話，這個美國這次又吃虧了。你愛國者去攔截這幾架的無人機，那是不是很明顯的又吃虧？可是你不攔截又被打到。對，所以我覺得美伊雙方當然高層來講的話，政治層面方面，雙方雖然說現在進入一種談判的程序了，可是就軍事上面來講的話，雙方是完全沒有彼此互相信任的基礎。只要對方稍微有一點動作他就會這個立刻繃緊神經，甚至於草木皆兵立刻這個立刻用軍事動作不管是實施攻擊或者反擊或者是防禦。所以從這幾次的攻擊看出來，美伊雙方在軍事上面是完全沒有信心你也不相信我不會攻擊你，我也不相信你不會打我，所以軍事上面交火不斷。
可是我認為說是這個，如果說持續交火不斷的話，那當然這個戰火如果說一不小心這個擦槍走火，這個野火燎原的話，那軍事的動作會更大。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就美軍來講，它的這種2艘的航母戰鬥群原來以前在這邊的林肯號航母戰鬥群，還有迪里波里號的2棲攻擊艦，最近聽說又要去1艘這個布希號航母戰鬥群，有5萬個美軍的大軍駐守在這個地方，包括海空軍。但是這種狀況之下，美軍是很難撤軍的，你部隊就撤不了，離不開。那這個當然伊朗這時候有地理之優勢，他特別講說用查巴哈到馬夏這個地方，會成為侵略者的墳場。查巴哈跟馬夏在什麼地方？它是在伊朗的這種南部也就是這個荷姆茲海峽南邊的海岸的2個城市，一個是在伊朗的最東端，一個在西端，也就是說，它沿着海岸線這一線來講的話，它會在這邊構築它的防禦陣地。當然，這些防禦的工事，我相信包括到地面的防禦工事包括到海空的防禦工事。那我們看到這次這個 MQ-9死神無人機又墜毀1架，之前就已經這個被伊朗擊毀24架，那這一架來講應該是第25架無人機被擊毀。那我們不禁要懷疑，以伊朗來講的話，它現在可以說是毫無空軍的力量，因為它幾乎沒有空軍的戰力戰機幾乎有啦，但是都是老舊型的空軍包括到這個 F4U04戰機 F15那種這個 F14 的這種老舊型的熊貓戰機那都已經是30-40年代以前的戰機。那當然地空的中長程導彈它都沒有，它現在唯一有的這種防空武器，大概就是短程的肩射型的防空武器，有他自己研發的，也有俄羅斯給他的柳樹型。那當然，傳說中也有中國給他的紅鷹肩射型的這個彈道飛彈。但是為什麼光靠這些短程的這個防空武器它就可以獲取制空上面一定的這個戰果這確實是值得我們學習軍事的人去研究的。因為如果說在這種情況下，而且它對抗的是這個世界制空的強權美軍居然到目前為止，如果說之前說42架，今天加這一架的話，等於43架的戰機已經被擊毀了。那伊朗憑什麼可以做到這一點？所以我們要知道這個如果說美軍在伊朗方面就沒有辦法100%取得制空的優勢，那後續來講的話，它不太可能在這場戰爭之中可以獲得戰場上的一個勝利。好，在這一場的戰事當中，這種各種小波的攻勢當中，可以看出美伊之間的互不信任。還有呢，確實現在對於美軍來說壓力非常的大，因為都是這一些剛剛將軍幫我們提到的這些高價的武器被打下來，包括了多架、數十架的 MQ-9死神無人機等等。那在此刻，我們也看到，其實呢，中東的海灣國家現在對於美國的信任度也在快速的下降當中。尤其我們要特別來看到，是因為川普呢這一次喊話的對象竟然是阿曼，一向都是在這個處理美伊斡旋的一個角色，而且跟美國過去的關係是良好的阿曼沒有想到川普在此刻發出了一個警告，他說呢，要求阿曼不要去介入荷姆茲海峽的問題，否則話說得很重，他說就會被美國給炸毀。這話一出，當然了，這些海灣國家聽在耳裡更是緊張了。但是呢，在此刻，竟然我們看到川普還是繼續的推動亞伯拉罕協議，要希望這一些中東國家跟以色列的關係正常化。當然了，這些國家立刻做出了反應，包括了巴基斯坦拒絕之外，沙烏地阿拉伯也是說呢，除非巴勒斯坦建國，要不然他也不願意加入。所以看到整個阿拉伯國家的態度都開始出現了明顯的鬆動。接下來海灣國家還會願意綁定美國的這些軍事基地啊什麼的在他們當地嗎？還是會開始向中國大陸來靠攏？賴老師怎麼看？我覺得海灣國家在產生變化，這是一個很根本的一個問題啊。過去是海灣國家的遜尼派跟什葉派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有中派之間的仇恨跟鬥爭啊。所以對於海灣國家來說，他們對於伊朗是恐懼的，是畏懼的，所以他們需要美國提供給他們一個安全保障。那他們怎麼樣讓美國願意提供給他們安全保障？他們當然就付出很高的代價，向美國購買龐大的軍事武器裝備，然後讓美國在他們的國家內設有很龐大的軍事基地，
這個好像跟台灣很像，就是設有很龐大的軍事基地在裡面，讓美國駐紮在那個地方，然後再加上他們在石油上，他們跟美元掛鈎，來幫助美元國際化，所以他們等於是付出龐大的代價，來換取美國對他們的安全承諾、安全保障。結果在這一次的這個美伊的開戰中，也就是說，美國發動了對伊朗的不正義之戰，在國際上是被譴責的，在聯合國上是違反國際法的，所以它事實上是孤立的。也就是美國跟以色列對伊朗發動的戰爭，在全世界，美國跟以色列是被批判的，包括美國的盟國、傳統的盟國、歐洲的所有的國家都不敢跟美國站隊。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我們看到海灣國家。因為在過去讓美國在那個地方設軍事基地，讓美軍駐紮，讓美軍可以使用海灣國家的軍事基地對伊朗進行攻擊，而他們招來了殺身之禍。他們招來了殺身之禍，因為伊朗完全有正當性。為什麼？因為按照戰爭法的規定，你可以對源頭進行打擊。也就是說，當美國使用海灣國家的軍事基地攻打伊朗的時候，伊朗就順理成章可以對於海灣國家的軍事基地、美軍的軍事基地進行攻擊，而且也可以提供給美國的這一些援助的國家進行攻擊。是，所以這樣的情形使這些海灣國家，特別是這個阿联酋，它本身受到的攻擊是最激烈的，受到的傷害是最激烈的。但是不管從卡達、巴林、科威特、阿聯酋，甚至沙特阿拉伯這5個國家，他們竟然發現，美國非但沒有保護他們，沒有提供他們安全的維護，美國把主要的力量用在保護以色列。那這個對他們來說的話，他們覺得很錯愕。也就是說，我提供這麼多的錢，提供這麼多的犧牲，我甚至我用我的美元跟你，我用我的石油跟你美元掛鈎。結果我完全換不來你對我的安全保障，結果我反而遭到這樣的一個攻擊。那對於他們來說，他們當然想法在改變了。這個在戰爭的過程中都已經產生了激烈的變化。第二個就是大陸成功的把什葉派跟遜尼派的磨合，也就是減少他們的矛盾跟衝擊跟過去的仇恨。所以當沙特阿拉伯跟伊朗握手的時候，其實很多海灣國家，除了阿聯酋以外，少數的國家，絕大部分的國家都緩和了跟伊朗之間的關係。所以他們對美國的安全的需求跟保護也沒那麼高了。這樣子一個相互疊加下來的話，你想是不是產生了質的變化了？所以卡達率先的說，戰後他們在考慮是不是讓美國重返卡達。卡達如果這樣做，那阿聯酋如果也這樣做的話，伊朗在美軍在海灣國家能夠在使用的軍事基地就變很少了。可是問題就在於海灣國家，那它的武器裝備怎麼辦？過去使用的都是美式的武器裝備，跟少部分的歐洲的軍事裝備。那未來很有可能會採用巴基斯坦的模式，也就是海灣國家出錢，向中國大陸買武器裝備，交給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訓練出他們的軍隊來幫他們的成為他們的傭兵，來保護他們的國家。這不是就是三全其美的一個做法嗎？對美國反而是最不利的。好，我們看到這一場戰事，現在呢也因為現在看到整個地缘政治的變化，海灣國家對於美國的態度已經開始出現了非常明顯的一個轉變哦，是為求自保，他們已經開始改變自己原本的這個態度了。那另外一方面，其實呢，對於川普的不信任度，除了來自於海灣國家之外，包括美國自己的人民也非常的不信任川普，而且呢，最新的民調，美國的社會整體是非常厭戰的，不管是多家媒體現在看出來的民調都是顯示如此哦。我們先來看到最新的一個民調是福斯新聞，他說60%的民眾支持限期，趕快結束這一場戰事吧。然後呢，《紐約時報》有一半的人主張立刻停火，華郵65%說不信任美國有能力可以阻止伊朗擁核這件事情，只有22%認為戰爭可以摧毀伊
伊朗的核計劃。英國學者也說呢，現在美國進入了麻煩期哦，短期戰爭的謬誤當中，以為說靠着這一些高科技啊、AI 的火力可以快速的解決這場戰爭，結果现在自己難以抽身了。聶老師怎麼看？ OK， 我覺得短期戰爭啊，這個修 round 的這個 war， 他認為這個謬誤呢，原因產生只有一個啦。川普這個人，他的狂妄、自信、自大，然後沒有周密嚴密的一個事前計劃嘛。我覺得這就是他的謬誤啊。其實當時他在要攻的時候，那個五角大廈都不認為現在該攻，因為你還沒有完整計劃你就攻了。川普只是用他過去1987年裡面書所寫的攻擊再攻擊。 當我要你投降，我跟你在談判桌上談的4個東西，你竟然好像每一個都不想答應，我就先打你，打到嚇到你以後，你就會接受啦。他以為這樣一下就打倒了，那時候還喊最多4天，請問現在已經幾天了？快近100天了嘞，已經90天了。我先一個重點，當時4個重點是什麼東西呢？他幾乎都沒拿到。你知道，今天其實有一個訊息說，他們要簽一個和平協議，是一個臨時的和平協議的草案的暫定版。 臨時哦，又草案哦，又暫定。請問你覺得他們結束了嗎？之前講說哦，已經達到95%可能和談了。我跟你講，現在已經不叫戰爭，就是和談。到底要不要談？我覺得談的問題最大的問題就在，因為伊朗知道美國你這個川普是不可信。我們所提的東西，包括第一個，你不要再打我們。川普可以說我不打了，可是我要國際保證，西方世界盟友都要保證。你知道，他也去游說了歐洲國家。我跟你講啊。 他們不相信川普，因為講了川普講，將來還是會打我。你看這幾天不是一樣嗎？他沒有辦法簽下去啊，不是伊朗的問題，是川普的個性讓他們不敢簽。第二、第三、第四都跟錢有關嘛，不管是經濟的制裁的鬆綁，或者是這個資產的解凍，有沒有？當然這有可能資產解凍，那經濟美國也不會把它鬆綁。最後一個就是要賠償，當然這個讓川普非常火了哈。那不管怎麼說，所以伊朗不能讓，他就不讓嘛。 可是美國呢，消耗戰這不對稱打到這麼嚴重，他不能不讓，他必須讓啊。那這時候川普怎麼辦？他必須找下台階。川普就也很可憐吶、啊。大家問他說：“你在不在乎期中選舉？”我不在乎。我跟你講哦。 感情事件最敏感的事件，當你很喜歡一個女的時候，你在不在她的心裡？我根本不在乎，心裡每天都在想，很在乎，你知道嗎？越說不在乎，越在乎。這此地無銀300兩，他很在乎。現在問題就來了，說他怎麼辦？剛剛講到出現謬誤，現在有很多人哈在形容他已經出現2個最大的致命傷。哪2個致命錯誤？第一個就是事前他未獲民眾支持，就做了一個所謂缺乏攻擊的明確事由就攻了，這個大家都已經很清楚了。第二個呢是缺乏清晰的退場計劃。 現在他無法退場，他又要面子又要裡子，這個問題大了。他只能用他過去的幾招，怎麼說呢？不認錯，死不認錯嘛，永不認輸。他只能這樣啊。他有幾招可以用，全部推給前總統。這些時候累積的都是以前總統造成的，諸如此類。或者他反正就是避重就輕，他永遠說：“哎呀，我沒有輸，你知道嗎？”他輸了也說：“哎呀，我讓只是因為什麼原因啊，為了怎麼樣？”然後呢，他耗不起的，他絕對不講。 最後一個呢，他一定會一直強調。你看，伊朗還是被我打到很多地方啊，打這麼一個穿着皮鞋，原來財大氣粗的，只不過攻擊了人家部分地方，當然對方這損失慘重，你就一直拿人家損失慘重來給自己家下台階，這是他可憐的地方。因此，大家明眼都看清楚，川普現在要下台還蠻可憐的，他還面臨到了現在荷蘭海峽造成的石油的問題，產生通膨的問題，產生經濟的下跌。其中選舉，你覺得他在不在乎？他心裡很在乎，表面說我不在乎 ，I don't care。